Hello，我係阿 Kat。今日會講下最近澳洲 Builder 嘅問題啊。相信大家都聽過澳洲建築商 Metricon 最近疑似財困嘅消息。消息一出呢，幾乎3日唔埋2日就有新聞去更新呢個情況啦。釐清翻先，本人到現時為止係冇買，亦都冇賣任何呢間公司嘅產品嘅。Metricon 其實係澳洲其中一間最大嘅建築商，興建住宅 house 嚟講呢，已經算係全澳最大㗎啦。有46年嘅歷史，現時聘請咗差唔多2500名嘅澳洲員工，並且有大約4000個 project 正喺度籌備緊嘅。成件事嘅開端呢，係 Metricon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Mario Bryson 喺早前5月16號突然離世，享年71歲嘅。幾日後就開始傳出 Metricon 財困嘅消息啦。而 Metricon 嘅處理行政總裁係否認呢個講法嘅，並且喺新聞發佈會上面宣布業務一切正常。但係好快又有新聞傳出 Metricon 分別同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同埋維多利亞州政府去展開對話嘅。然後再有消息傳出 Metricon 呢間公司獲得咗3000萬澳幣嘅注資，而呢筆錢呢係來自呢間公司本身嘅股東或者老闆嘅。同時 Metricon 亦都宣布其銀行合作夥伴 Commonwealth Bank 已經批准將公司現時嘅營運資金增加100%。到拍條片為止，大概嘅情況就係咁啦。近期導致建築業者財務問題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係建築成本上漲啦，當中包括原材料價格嘅上漲啦，仲有就係因為建築工人短缺而令到人力成本上漲嘅。呢個問題其實唔止係行內嘅人知道，我諗行外嘅人都略有所聞㗎啦。當建築商以較早前嘅預算簽訂咗一份固定價錢嘅 contract， 但係成本又大幅度上漲，咁樣就可能會出現財務問題啦。有一啲建築商咧，其實近期咧都係面臨咗倒閉嘅，當中比較大嘅咧係包括咗 ProBuild 同埋 Condev。尤其是ProBuild啊，呢一間公司喺我啱啱嚟澳洲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聽過㗎啦，因為佢嘅招牌咧係周街都係嘅。同埋呢間公司其實都做幾多大 project 嘅，例如 Sydney Darling Harbour 嘅 The Ribbon， 佢係喺 Darling Harbour 最篤嗰一個位啊。以前係 IMAX 戲院，而家就重新發展做酒店同埋娛樂中心。當時我啱啱聽到 ProBuild 倒閉嘅時候呢，第一個反應就係覺得個情況真係好嚴峻。講翻 House and Land Package 買地起屋，買呢啲 package 嘅時候都有一啲地方係可以注意嘅。買 House and Land Package 一般係需要簽署2份合同嘅，個流程係要先 settle 咗塊地，之後先至開始起間屋嘅。買嘅時候都可以留意翻塊地係幾時 settle， 同埋 settle 咗之後幾耐先至開始起。如果個地嘅 settlement day 比較早，例如1年內又或者幾個月嘅話，咁係會比較好嘅。因為呢段中間嘅時間比較短嘅話呢，建築商係會比較容易預算到一個比較準嘅建築成本，少啲不確定性嘅。同時作為買家，早啲起亦都可以早啲收貨。另外一點就係簽 contract 嘅時候，一般就要揾律師又或者過戶師啦，揾一啲做 house and land package 經驗比較多嘅律師又或者過戶師咧，係會比較好嘅。下一個問題係，如果建築商不幸地倒閉，對於客戶嚟講會發生啲咩事呢？喺一般情況下，建築商係需要購買建築保險嘅，所以喺大多數嘅情況下，即使建築商倒閉，未完成嘅 project 咧，都會根據呢個強制性嘅建築保險安排俾另一間公司去接盤嘅。咁當然啦，當中係需要一啲時間，同埋係有機會需要支付額外嘅費用嘅。呢方面嘅費用咧就會視乎翻個保險係咪 cover 到啦。情況大概就係咁啦。如果大家中意我條片嘅話咧，就記得俾個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channel， 仲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先會收到新片嘅通知㗎。咁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